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原来程毅为唐周设计了小巧思，爱而不得的他，何曾不是年少的我们？唐周，可是颜淡，我不是他，可我不是他，我又是谁？盛夏替代不了少年眼中的光，那年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眉眼中星辰点点，可抵日月之辉。程毅用少到可怜的戏份，成功的让我爱上了唐周，还未提笔，就已泪流满面。那个赤诚美貌的少年，初见时眉眼飞扬，肆意潇洒，敢爱敢恨。可与挚爱同游忘川之后，眉眼飞扬的少年再也不见了。他甚至什么都不知道，懵懵懂懂的，突然之间，做什么都变成了他眼中的错。少年从明媚傲娇开始变得小心翼翼，他爱的是白漂亮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他的白漂亮早已消失在了忘川河边，而他想要的不过是让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而已。后来的每个人都在说，你是他，你的身上担负的天下苍生。所有的人都在透过他看另外一个人，甚至于于墨对他的好，都只是将他当成了历劫的火德元帅。只有唐周，只有他自己一直在强调，我不是他。从前明媚傲娇的少年，极爱穿束口衣袖的服饰，可戴上法环以后，他的衣服袖子却一天比一天长了，只为遮住那被法环生生勒出的血痕印记，遮住他对他汹涌的爱意。而那句寸步不离，大概是唐周最后的倔强了吧。应渊埋下的雷终究是精准的全响在了唐周身上。后来的唐周走路都需要人扶，可谁还记得他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啊。那时的唐周就连成亲都只敢借着别人的婚礼去幻想，那一刻他是真的当自己已经娶过白漂亮了吧。最甜的部分都只能在他的梦里实现，死去的记忆突然又开始攻击我流泪。我已经不敢去看他那明明都要哭了，却还要硬装着笑的表情了。当唐周看到颜淡用剑刺向他的时候，严厉的绝望藏都藏不住。他没有上帝视角，他不知道杀他是为了他更好的活着。站在唐周的角度，他只知道挚爱亲手将剑刺进了自己的心脏，那一刻他的眼泪几乎溢出了屏幕。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被刀傻了，观众也被刀傻了，一整个 email 住了，简直要哭瞎了。而他眼底最后一滴泪，我没有错过，也永远不会错过。这一滴泪后，那个爱的纯粹的少年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应渊有唐周的记忆，但是唐周至始至终都没有应渊的记忆。对他来说，他只是他，他就只是唐周而已。他的身份注定了有今生没未来。那个令人心动的除妖师，那个满心满眼全是白漂亮的少年，那个背叛师门也要和挚爱在一起的唐周，终究是死在了最爱的人手里。复活的是应渊，不是唐周。唐周情起而深，无法了断。我多希望你先遇到的，先爱上的人是我啊！是啊，如果先遇到的是唐周，多好啊！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终究成了我的意难平。